大家好，我是李学正。今天呢，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中国演出协会，对这个艺人、劣迹艺人啊，这个进入警示名单的这个话题。前2期呢，我也是发了之后啊，引起大家的热议，包括其他的媒体，也对我进行了采访。那么我今天呢，就单独的对这个张哲瀚这个问题啊，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啊，尽管他现在已经这个被打入冷宫啊，就没有发声的机会了。但是我觉得，由于我看到了广电总局一个公开信息一个文件，上面明确的否认了广电总局这个机关啊对张哲瀚本人列入劣迹艺人、下架他的作品这些行为。广电总局是以公开信息的文件的形式对外发布的，这网上大家都有。今天呢，我又看到了一个11月10几号的，也就是比广电总局那个还要近的同样内容的一个公开信息函。这就等于不管是国家广电总局还是国家文旅部，都对这个张哲瀚这个事件啊，没有定性为劣迹艺人，或者是要求各平台下架他的作品。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演出协会网络直播分会把它列入，排名在吴亦凡和郑爽之间，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议论，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你想想，你一个演出协会，把它就列入这个警示名单了，但是广电总局和文旅部明确的否认这一点，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啊！我跟张哲瀚没有任何的私人来往，我都不认识他，连他的作品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是唱歌的还是这个演戏的。仅仅是对这么一个事实事件，我觉得一个人，一个法治社会，如果有惩罚性的东西，特别是对任何人对公民的惩罚，是必须有申辩申诉机会的，要有惩罚程序的，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才是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公正待遇的。艺人由于最近这2年这个艺人这个声誉确实不好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艺人的天价片酬娱乐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光彩的事一件接一件名声不好所以呢那特别是劣迹艺人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这一点我觉得这是罪有应得，没办法，谁让我们这个行业没把名声给竖起来呢？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呢，对吧？但是毕竟我们这个社会是法治社会，我们惩罚人、惩罚事件要有惩罚的效果和动机。我们惩罚劣迹艺人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艺人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树立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等等等等，是吧？但是也不能把人家惩罚错了，惩罚之后，是不是应该给这些被惩罚人一个申诉、申辩的机会？你不能在大街上，人家泼你一身屎水，你用水去洗，那有人就说你这是浪费水资源，破坏社会秩序，再次打入你冷宫，那这就是不对了。那这种社会，这种情绪化的社会是要命的，我们不能再回到当年那个疯狂的时代，那10年里边，那这样呢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我觉得我们的党中央一直以来号召我们依法治国，干什么事都要有法律要有依据，对不对？广电总局、国家文旅部都明确的否认了张哲瀚的这个劣迹艺人下架作品的这么一个行为，没有这个事。那么演出协会，你的来源、你的依据是什么？再加上我说了，现在是网络世界网络经济非常厉害，文化产业发展的非常迅猛。那么你把它列入劣迹艺人清单里以后，他的事业、他的发展肯定受到极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旦进入了劣迹艺人名单，他肯定会使用自己所有的手段和资源来进行公关的，对吧？那么公关的时候，他找谁？他自然要找到你。那么找到你的时候，你是以什么依据
给他申诉平反，最后谁来说了算，界定你必须接受这个惩罚，或者你取消他这个惩罚，谁说了算？你这一套都得有明规则嘛，对不对啊？哎，你这一点，我觉得如果弄不清楚，哎，只知道惩罚而不知道建立程序的公正性，那你这个问题就社会效果就大打折扣。哎，我认为，哎，每一个惩罚措施都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哎，有程序的正义，才能实现结果的正义，是吧？这是一个大道理，是吧？那么，你比如咱们演出协会这一块惩罚人，啊，你申诉，你得让你到你的上级，对吧？但你到你的秘书处，这显然是不妥的，对吧？再加上你这个协会它是一个企业性质，是吧？你的会员单是怎么来的？会员名单，据说是会员名单，叫会员单位提供的，那就是不正确啊！人家说到一个叫什么乐华、孟某奇，可能也有点舆情，怎么不把它列入清单里边呢？这个孟某奇是不是给这个乐华有关系啊？乐华给演出协会的直播分会有关系啊？你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没有啊？你经得起社会的调查监督没有啊？你经得起有关组织将来的调查没有？所以一份权利必须有一份责任担当，这是对应的，否则就失去了意义，是吧？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都希望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健康，都希望我们的艺人越来越懂规矩啊！所以现在这个艺人啊，说实在的，在这个政治修养上、这个学习上是很缺乏的，不知道学习，哎，不懂得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出事呢？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你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党、爱我们的人民，那么你这份心特别的厚重、特别的朴实、特别的自然，那么有些事就不用那么谨小慎微的，你该发言的发言得了，对吧？现在不行，你像这个演出协会，很多人都不敢转载，不敢发，哎，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人嘛，都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正义感啊，责任感，看见什么不对的地方、不妥的地方，要大胆的提出自己的建议，只要对我们的社会有好处，是吧？你像张哲瀚是个敏感词啊，哎，有的地方，对吧，就不敢发，哎，我也不知道这个演出协会有什么特殊的渠道，但是我认为，你比如我这期节目如果被人下架了，我肯定通过法律来解决，对不对啊？不要说一个电话给你打过去给我下架了什么的，我错在哪，你都得给我讲出来。就像司马南老师为什么厉害？哎，他掀起了对这个联想的这个质疑，哎，舆情很大。那联想呢，到现在为止他也不回应，我估计这也是一种策略，是吧？为了保持舆论的降温，不回答。但是他质疑是司马南先生的权利，这个勇气是值得肯定的。那么我呢，前几天也紧随其后，支持了司马南先生的质疑啊，网络上也有很多把我列出来的，是最先跟进的，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一种勇敢，不是这样，我就是一种对社会的一种，我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心没有什么私利，我也不会蹭这个热度，对吧？我们搞电视剧啊，搞什么影视啊，他这个热度比那个来的大得多啊！你这个热度还不如我当9月份报道曝光这个王立科干扰、阻挠、打击、报复我们人民媒体团队，那个热度来得高，那是上万家的媒体转载，那维持了4天的热搜，是吧？是吧？我们也不追求这什么热度，我就认为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是法治社会，我们是依法治国。不管你是行业协会，你政府部门都那么谨慎，对张泽瀚出了文件，那你协会你确实应该给大家一个说法，你不能认为他有的人或者他的粉丝反映了、投诉了。当然，有些粉丝确实出格要谣言、闹事儿、上访、制造混乱、制造
事件，那你要这样的粉丝，我告诉你，有人说的对，如果你不顾法律的规定，滋生寻衅滋事，好了，手镯子、盒饭、剃头、马甲，你都得有，对不对啊？所以守住法律的底线，依法行事，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严谨、科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包括维护你偶像的权利，这才行，绝对不能跳出法律的这个范围啊！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呢，就简单的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